一个独立于世的小村子，四面环山，前面一条河，定期到访可能有40-50个了，现在长期有4到5个人了，这个村子变成熟人的社会。小村子呢叫生田社，它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沙溪镇，整个的这个面积大概是7亩的左右，陆陆续续做了4年。最开始只有我跟我的合伙人工作和生活在这儿，只有一个房子，来的朋友多了，想跟我们一样过乡村的生活，把公共空间做大一点，我们做了花园，后面这些闲置房子弄点客房，也有新的人在加入，设计师也好，写剧本也好，它完全可以脱离城市的核心地区。我跟老曹是同济大学的本科同学，高强度的工作下，人生出现了瓶颈，怎么样给自己出路？我们2个那时候一拍即合，2016年大概花了1年时间，找了70多个村子。当时没有路是走进来，要走差不多1公里，全部都是栗子树，覆盖满的整个山林。然后远处呢就是一个农舍，有一种乡村的那种生活感。我们租了20年，调整很多要生活的逻辑，通过一个曲折的台阶慢慢下来。有2个小小的庭院，2面留了2个洞，一个呢是冲向我们远处的这个月季花园，一个是我们的岩石花园。当地的这个石头堆叠出一个曲折的小溪，它很野，同时又有美的秩序在。原来堆柴房的地方做了小的这个茶室，希望安静一点，它可以退到后面的茶室喝茶。水塘，一个非常宁静的远离这个主庭院的一个空间，垂钓甚至想发呆，但同时又可以很快的融入到主流的人群。为什么只有9间客房？因为这正好是一个熟人的尺度，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是这个村子的美妙。我们的房间都是根据生活场景、工作的场景去设置的。服装设计师的这个房子，2层是居住的，太阳照进这样的一个空间，变成他的一个会客，以及他创作，比如说他有一些工作、拍摄、剪辑图片的这样一个区。小的水渠在他房子后面，自然的山石落下来，种了一些野草，他也很喜欢。定期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是记者的身份，他很喜欢写作，他是连住，我们为他创造了一个空间，有他的阅读区，可以在这喝茶，一个很适合人发呆、冥想、创作、构思的一个地方，空出来就可以做民宿。我们现在基本80%的时间在村子，跑到山里来并不是退休，早上6点半左右就要起来，差不多工作4到5个小时，做设计，还要除草，还要修花，有别的访客来的时候我还要照顾他们，可能晚上12点才睡。前前后后连续的投入，会有一些焦虑，但是满足感是真的不一样的。城市里告诉你是要职场要竞争，告诉你的小孩是去培训班吧，大自然告诉你去玩吧，去看小鸟吧，去跟小虫子去做游戏吧。现在洗面奶都不用，我在村子里面很少在买衣服，很多支出是在花材、工具。晚上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最惬意的时候，会喝点酒，几个朋友点着灯笼，我们去看月亮。它是一个真实的社群，有很多人可以脱开城市。我们算是一个先行的人，最大的意义是在中国的山村实践出一个新的生活，给了你一个另外的选择。